2022年，卡達，中場哨響，德國球員站在草皮上，沒有人移動。他們剛剛贏了球，卻還是被淘汰了，因為另一塊場地的比分把他們算了出去。連續第2屆世界盃，這支球隊小組賽就回家。鏡頭掃過他們的臉，那不是輸球的憤怒，而是一種更深的東西，不敢相信。因為這是一支贏過4次世界盃的球隊，是曾經被全世界當成足球教科書，照着抄就能變強的德國。從世界之巔到連小組賽都踢不出去，他們只花了8年。問題是，為什麼？一支把贏球寫進民族性格的球隊，怎麼會突然就不會贏了？而那本被自己丟掉的教科書，還翻得回來嗎？提到德國足球，你會想到什麼？效率、紀律，永遠不會放棄的鋼鐵意志。德國人有個詞形容自己的國家隊 ，Die Mannschaft， 就是那支球隊。他們贏過4次世界盃，和意大利並列史上第2多，只輸給巴西。他們踢進過8次世界盃決賽。在很長一段時間裡，德國這2個字幾乎就是大賽穩定可靠的代名詞。你永遠可以賭他們至少踢進4強。有一句足球場上的老話是專門講他們的：足球是22個人追着一顆球跑90分鐘，最後德國人贏。那是一種近乎調侃的敬畏，無論過程多醜多掙扎，德國人總會在最後找到方法贏球。他們不是最華麗的，但他們是最可靠的。可靠曾經就是德國足球的招牌，但2018和2022連續2屆世界盃，這支球隊小組賽就回家了。那個最後德國人贏的神話碎了。一支足球典範怎麼會在短短幾年內跌成這樣？這個故事得從一場更早的慘敗說起，因為德國的崛起本身就是一個從谷底重建的故事。而要看懂他們為什麼摔得這麼重，你得先知道他們當初爬得有多高，那座高峰又是怎麼蓋起來的。2000年歐國盃，德國在小組賽踢得一塌糊塗，3場只拿1分，1場沒贏，小組墊底出局。對一個贏過3次世界盃的國家來說，這是難以想象的恥辱。那是一個警鐘。當時的德國足球還停留在過去那套高大、強壯、拼搶的踢法，他們靠身體、靠意志、靠紀律贏球，但球員的腳下技術已經跟不上時代。而那時的西班牙、法國、荷蘭已經在量產技術細嫩、能控球、能思考的新一代球員。德國正在被時代拋下，而且他們自己也清楚。換作別的國家，可能就是換個教練，罵一罵球員，等下一批天才自己冒出來。但德國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，他們承認問題出在根，然後把整個系統打掉重練。歐國盃慘敗後，短短2年內，德國足協推動了足球史上最徹底的一次結構改革。他們強制規定，德甲所有俱樂部都必須建立並維持青訓學院，否則就吊銷聯賽執照。他們在全國設立了390個地區人才基地，由足協直接聘用1200名全職教練，每年投入約4800萬歐元，每年篩選60萬名青少年球員。但比硬體更重要的是2件看不見的事。第一，他們重建了教練這個職業。德國開始大量培養認證執照教練，讓一個8歲小孩在鄉下的球隊踢球，遇到的也是受過正規訓練的教練，而不是隨便一個熱心的校長。第二，他們統一了踢法，從國家隊到青年隊，從大城市到小鎮，全國上下開始教同一套足球哲學。控球、傳遞，用腦袋踢球，而不是只靠身體。這不是修修補補，這是一個國家決定從根重新種一片森林，而且是按同一張藍圖種同一種樹。2004年 ，Jürgen Klinsmann 接手國家隊，和他的助理教練 Joachim Löw 一起，給德國足球注入一種全新的、更主動、更有想象力的踢法。2006年，德國在自己的土地上辦世界盃，
那支由 Klinsmann 帶領、平均年齡很輕的德國，踢出了讓全國重新愛上足球的攻勢足球，拿下季軍。那個夏天被德國人稱為夏天的童話，足球重新把這個國家凝聚起來。改革的果實從此一屆接一屆的成熟。2008歐國盃亞軍，2010世界盃是這道體系最精炫的一次預演。那支德國平均年齡輕得嚇人，名單上全是改革後養出來的新面孔。16強對英格蘭，他們用一次又一次的快速反擊，4-1把對手撕得粉碎。8強對阿根廷，再一場4-0把 Messi 的阿根廷直接打回家。那屆世界盃，21歲的 Thomas Müller 意命驚人，拿下金靴。全世界第一次清楚看見，德國不止回來了，他們手上還有一整代天才正要成熟。2012歐國盃4強，一支球隊連續好幾屆大賽都穩定走到最後4強，這在競爭激烈的足球世界是極其罕見的穩定。其他國家可能靠1、2個天才偶爾爆發，德國靠的是一條永遠在運轉的生產線。而這一切努力在2014年迎來了最高潮。2014年巴西世界盃半決賽，德國對上地主巴西。那一夜，他們踢出了世界盃史上最不可思議的一場比賽，7-1。在開賽不到半小時內，德國就灌進了5球，整座球場從震耳欲聾的吶喊，瞬間變成一片死寂。看台上的巴西球迷哭成一團。那不只是一場勝利，那是一支運轉到極致的機器，對一支只剩情緒的球隊最冷酷的展示。德國在巴西的主場，把這支5星巴西踢成了全國的眼淚。決賽對阿根廷，雙方鏖戰到加時賽。第113分鐘，年輕的 Mario Götze 替補上場，用一記胸部停球加左腳凌空抽射，把球送進網角，1-0絕殺。德國第4次捧起世界盃，也是兩德統一後的第一次。一個分裂過又重新合一的國家，用一座最高榮譽完成了自己的故事。最動人的是，那支奪冠的23人名單裡，有21人是2000年那場改革、那套青訓系統親手養出來的。Müller、Neuer、Kroos、Özil、Hummels、Götze，他們從小一起在改革後的體系裡長大，一起站上了世界之巔。一場改革花了14年，種出了一座世界盃，那是德國足球的證明。原來一個國家真的可以靠制度重新造出一個黃金世代。2017年，他們甚至派出一支2線隊伍，拿下了洲際國家盃冠軍。德國的板凳深到能再贏一座冠軍，看起來這個王朝會統治很久很久。但足球最殘酷的地方就是，站上頂峰之後，往下的路往往比想象中更快。2014斗冠後，隊長 Philipp Lahm、傳奇射手 Miroslav Klose 退出國家隊，那支黃金世代開始一起變老。Müller、Hummels、Boateng、Özil， 他們一起奪冠，也一起老去，卻遲遲沒有等到接班人。教練 Löw 從2006年當助理開始，就在這支球隊。2014奪冠後，他又留了整整7年。一個教練帶這麼久，好處是穩定，壞處是戰術停滯了。球隊還在用奪冠那套踢法，但對手早就研究得透透的。曾經那條源源不絕產出好球員的德甲生產線，產能也悄悄下滑了。更可怕的是一種看不見的東西——飢餓感。贏過一次世界盃之後，要再逼出拼了命也要再贏一次的渴望，幾乎是不可能的。球隊變得自滿，甚至有點傲慢，彷彿冠軍是理所當然的。只要他們穿上球衣，对手就該讓路。裂痕也從更衣室裡長出來。世界盃前，當家球星 Mesut Özil 因為一張和爭議人物的合照以及背後的認同問題捲入風暴，最後在2018年憤而退出國家隊，留下一句沉重的話：贏球時我是德國人，輸球時我是移民。
一支曾經團結如鋼的球隊開始從內部鬆動。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，衛冕冠軍德國小組賽先輸給墨西哥，最後一場再輸給韓國，小組墊底出局。他們成了世界杯史上第3支衛冕及小組出局的冠軍。上一次發生這種事是別人的故事，這次輪到德國。所有人都說這只是一次意外，德國會反彈。4年後，2022卡達，結果開賽第1場就輸給日本，再一次小組賽出局，不是意外，是連續2屆。而這裡藏着最大的諷刺，德國當年那套改革太成功了，成功到全世界都跑來抄。英格蘭蓋了自己的國家足球中心，寫了自己的青訓藍圖，幾乎是照着德國的作業抄，其他國家也紛紛取經。德國的教科書被攤在全世界的桌上，一頁面一頁的複製。但最荒謬的是，當全世界都學會了德國的作業，德國自己卻把它讀丟了。你發明了一套讓人變強的方法，寫成教科書送給對手，然後在對手用你的方法追上來的時候，你忘了怎麼用它。於是，德國足球又一次站在了那個熟悉的位置——谷底。只是這一次，外界的耐心少了很多。一個曾經的足球典範，連續2屆世界杯出局，質疑聲排山倒海。德國模式失敗了嗎？那套被全世界學習的改革是不是已經過時了？甚至有人說，德國足球的問題不只在國家隊，而在整個根基。青訓開始追求成績，追求身體，反而又把當年最珍貴的那種技術與創造力弄丟了。換句話說，德國要對抗的不只是2場失敗，而是對自己還行不行的整體懷疑。2023年，德国足協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，把國家隊交給當時才30多歲的少帥 Julian Nagelsmann， 德國最被看好也最敢用年輕人的教練。任務很單純，也很沉重。在2026年世界杯重新回到北美的這一屆之前，把這支球隊重新組裝起來。而 Nagelsmann 手上的材料其實沒有外界想象中那麼糟。改革這台機器或許慢了，但它從來沒有真正停過，它還在生產天才。只是這一次輪到一批新的名字。新一代的德國有2個名字特別亮，一個是 Jamal Musiala， 拜仁慕尼黑的天才。他的盤帶不像在拼搶，更像在跳舞，能在最永久的禁區裡用幾步輕巧的變向，把對手晃得失去重心。很多人說他是這個世代最有創造力的球員之一，也是德國丟了很久，終於又找回來的那種技術型天才。他在2025年遭遇一次嚴重的傷，一度讓人擔心趕不上，但他及時回來了。另一個是 Florian Wirtz， 轉會利物浦的中場新星，視野開闊，傳球刁鑽。他和穆西亞拉在進攻3區的配合，常常1兩腳就撕開整條防線。這2個年輕人正是當年那套青訓改革最新一批的產品，證明那台機器從來沒有真的壞掉。老將也回來了，隊長 Joshua Kimmich 從中場撐起整支球隊的骨架，而最戲劇性的回歸是40歲的門將 Manuel Neuer。那個2014年的世界冠軍重新定義了現代門將踢得像後衛的革新者。在大家以為他早該退下的年紀，他又一次披上國家隊球衣。他像是一座橋，連接着那支奪冠的黃金世代和這支還在尋找自己的新德國。新血老將，一個急着證明自己的少帥。這支德國和2014那支已經完全不一樣了。但他們想去的地方是同一個，而他們選擇相信的方法也還是同一個：相信體系，相信重建，相信年輕人。2026年世界杯，德國分在一組，首戰7-1血洗古拉索，接着2-1擊敗象牙海岸，以小組第1的身份闖進了淘汰賽。久職的那個讓人有點害怕的德國，好像回來了一點。但所有人都知道，小組賽從來不是德國的死穴。2018、2022，他們正式倒在小組賽，真正的考驗在淘汰賽。
在那些一翻兩瞪眼、輸了就回家的單場決勝裡，那才是檢驗一支球隊到底重建好了沒的地方，也是這支新德國過去8年從來沒能跨過的那道坎。回到最開始的問題，一個曾經被當成範本的足球強權，跌落之後還爬得回來嗎？其實德國自己早就回答過一次了。20多年前，他們也站在谷底，也被時代跑下，也被人說完了。然後他們用一場從根做起的改革，花了14年種出一座世界盃。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谷底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願意承認自己跌倒了。他們要證明的是同樣一件事，能不能再做第二次？那本被自己丟掉的教科書，2026年德國人翻得回來嗎？我是 Pitch 球場，有好的故事就會更新，在留言區告訴我你最想聽哪個球員或球隊的故事，好的主題我不會錯過。如果你對這種足球故事有興趣，歡迎訂閱與追蹤，我們下集見。